李成儒打死都想不到，当初嘲讽周星驰的话，竟然被本尊搬上荧幕怼了回来。光头、厕所加墙角，再加上功夫女足宣传时特意留的封面，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年李成儒说的那番话。希望你提高眼界，提高对艺术的鉴赏力，不要总盯在墙角、墙裙子，往高看一看，明白吗？2020年综艺《我就是演员3》的舞台上，许君聪和姜潮搭档表演《西游降魔篇》里段小姐初见孙悟空的经典片段，两个人在台上卯足了劲儿演，可却被评委直接叫停。一旁的主持人李成儒更是直接插话：不要盯着那些80年代以后开始流行起来的无厘头的表演就认为是高的。老师，周星驰老师在我眼里不是墙角。徐劲聪一句周星驰老师不是墙角，让场面顿时尴尬了起来。可台上台下谁都清楚，无厘头这3个字暗指的到底是谁？其实这种偏见不只是李成儒一个人的想法，从30年前周星驰的电影传入内地开始，学界文艺圈里就有很多人抱着这种想法，觉得周星驰的电影太浅薄，登不上正统艺术的大雅之堂。《大话西游》刚引进内地时，不少影评专家和高校学者都直接骂他是文化垃圾，说他恶搞经典，人妖不分，甚至被电影学院当成反面教材。2005年，周星驰受聘人大兼职教授，还有哲学系博士公开发文反对，说无厘头文化荒诞完事，学校请他做教授是学术底线的堕落。就连演了一辈子孙悟空的六小龄童也公开批评《大话西游》亵渎经典，要求周星驰给全国观众道歉。几十年里，批评的声音从来没断过，无厘头仿佛天生就低人一等，活该被定在墙角的位置上。李成儒的话也只不过是众多声音中的一种，所以在节目播出后，不少人都在批评许君聪，说他没规矩，当众顶撞前辈，情商太低。那之后的好几年，徐劲聪都没什么大动静，热门综艺的嘉宾名单里看不到他，热播剧的主演表里也很少出现他的名字。有人说他是被行业封杀了，有人说他是耍脾气退圈了，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出来卖惨辩解，也从没拿这件事儿蹭过热度。直到2026年7月11日，功夫女足官宣定档，许君聪3个字终于出现在了名单上，所有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这消失的5年根本不是糊了，而是憋着大招往前走。网上一直有传言说周星驰看过当年的节目，后来还特意关注了许君聪演的刘海柱，觉得这小伙子有股轴劲儿，跟自己电影里的小人物底色一模一样，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，角色就这么定了。虽然事情的真假还有待考察，但许君聪确实进了星爷的剧组。更耐人寻味的是电影里的细节，有一段蔡自备的戏份，他慌慌张张的走错路，却遇到了一个光头。错，是那边。不好意思，有病啊3个字，配上功夫女足官方宣传视频配的专属封面，攻击性直接拉满，刚好对上当年的墙角论。至于这到底是不是星爷特意埋的梗，至今没人出来认领，但只能说懂的都懂。而更令人畅快的还在后面，电影上映后的市场成绩也足够打脸所有质疑。上映首日拿下2.6亿票房，3天票房就突破6亿，截至目前已经跨过10亿大关，与李成儒24.3万票房的大岛归来比起来，差距他一目了然。但比票房更有分量的是官方层面的认可。电影上映第3天，央视网文娱就发布了长文点评，肯定了这部电影有自己的表达和哲学，这也被看作是对当年那场关于无厘头高低争论的回应。更觉得是片尾的明谢名单，央视新闻的 logo 放在了最压轴的位置。一部商业喜剧能拿到这样的官方认可，实属罕见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会说，这是周星驰用作品狠狠打了当年质疑者的脸。毕竟这么多年来，总有人替无厘头委屈，说他明明有那么多人喜欢，却总被主流圈看不起，因此大家盼着他能被高雅圈层接纳，能挤进所谓的艺术高地。可回头看就会发现，无厘头从诞生的那天起，就从来没想着要挤进别人定义的高处。他背靠的是香港的市井街巷，普通人的嬉笑怒骂，一直就是给老百姓看的东西。30年前有人说他低俗，20年前有人说他难登大雅，10年前还有人说他是上不了台面的墙角。可走着走着，他就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，成了能扛住票房的主流品类，甚至能拿到官方的盖章认可。他从来没攀过谁的墙头，也没求过谁的认可，就凭着扎根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自己从墙角里长出了一片新的高地。原来所谓的墙角从来都不是草根文化的归宿，是那些守着单一审美不肯睁眼看世界的人给自己砌起来的围墙。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从来不用挤进别人的厅堂，他自己走着走着就成了新的厅堂。